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日本人的盐摄入量在全球范围内居高不下，摄入过多的盐会导致高血压等疾病，并损害健康，因此应努力减少盐的摄入。在日本，这已经成为普遍的认知。我要向大家传达的是，减少盐的摄入并非必要之举。也许很多人对必要的事物持有负面印象，就像开头所提到的情况。因此，今天我要明确告诉大家，不必过度担心盐的摄入量。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观点的理由以及本书的内容吧。今天要介绍的内容包括以下3点：第1章，盐被故意描绘成坏人；第2章，盐对健康有如此多的益处；第3章，应该摄取的盐和不应该摄取的盐。这些都是现在应该了解的重要内容，请务必阅读全文。那么，让我们立即开始吧。第1章，盐被故意描绘成坏人。盐被普遍视为坏人已经深入人心。作为世界上的普遍常识，食用盐被认为是不好的。但实际上，如果不摄取盐，就会死亡。盐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主要成分之一。每个人生存所必需的大量元素都含有很多盐。虽然有许多数据和实验结果表明过量摄入盐对身体有害，但从专家的角度看，这些研究往往并非在正常环境下进行。从美国医学研究所表示，每日摄入盐量在 5.8 克以下的数据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们认为，根据他们的说法，要得出每天摄入盐量低于 5.8 克会增加或减少心脏病和脑卒中死亡的结论，研究的质量和数量都不足够。实际上，一些研究显示，在中东地区，从重症家族成员中接受治疗的患者中，低盐摄入量对疾病预后有不利影响。这一点已经在商业领域得到证明。盐和健康研究中心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那么，为什么盐会被视为不好的东西呢？盐摄入过量对身体有害的说法始于1954年，当时由 GHQ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达尔负责选择了东北地区进行总体盐摄入量和高血压发病率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血压的发病与盐摄入过多有关，因此这一观点开始传播。在调查中，鹿儿岛县的平均盐摄入量为14克，而青森县为28克。高血压发病率分别为鹿儿岛县 20% 和青森县 40%。青森县的盐摄入量恰好是鹿儿岛县的2倍。从这些数据看，似乎盐是高血压的原因。然而，调查未深入探讨其他因素，仅仅根据这些数字得出青森县盐摄入过多导致高血压的结论，这有些片面。需要考虑的是，鹿儿岛县和青森县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鹿儿岛县可能面临运动不足问题，冬季难以获取新鲜蔬菜，寒冷可能导致血管收缩，从而引发高血压。相比之下，青森县可能有好雪天气，但也享受南国般的气候。简单将高血压归因于盐摄入过多是不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东北地区人们盐摄入较多也有合理原因。盐可以增加体温，当时由于暖气设施不完善，东北地区冬季寒冷，人们增加盐摄入以应对寒冷。随着减盐意识的提高，东北地区人们的平均体温也下降。但现在各种暖气设备的发展使生活更便利，这也是体温下降的原因之一。总之，简单将高血压归因于盐摄入过多是不全面的。我们需要综合考虑生活环境、饮食习惯、运动情况等多种因素，才能更好地了解高血压发病的真正原因。在占领时期，可能会导致肺炎、结核等疾病在街头蔓延，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GHQ 的调查结果影响下，日本也开始了减盐运动。现在去超市可以看到减盐的酱油、味噌、减盐的梅干等产品摆满货架，一般人也自然而然地认识到选择低盐食品是明智的。但是有多少人意识到这种减盐运动到底产生了多少效果呢？事实上，尽管减盐运动已经深入人心，但高血压患者并没有减少，相反，人数不断增加。
据说已经达到了5000万人。随后，在这种混乱的调查结果之上，1972年，曼伊利博士发表的论文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困境。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博士进行了一项实验，他在笼子里饲养了10只老鼠，并让它们喝用盐制作的水。结果是10只老鼠中有4只患上了高血压。于是他得出结论说，盐对身体有害。也许有人会认为盐果然会导致高血压，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给老鼠喝的盐量是超过常识的，相当于人类每天摄取高达500克的盐量。这不仅在医学专业人士看来是荒谬的，即使是普通人也能明显看出这是不合理的。人类根本无法摄取每天500克的盐，即使食物调味再浓，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盐分量。因此，仅仅因为给老鼠喝了这么多盐，就得出盐对身体有害的结论，是否合理呢？无论是其他被认为对健康有益的东西，如果摄取到这个程度，对身体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吧。此外，这项调查还有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重点，那就是在这10只老鼠中，有1只老鼠每天摄取这么多盐，却没有发生高血压的事实。如果盐分真的会导致高血压，那么1半的老鼠应该会发生高血压才对。而且对于发生高血压的那4只老鼠，考虑到它们是在实验室笼子里饲养的，本来喜欢黑暗并且活动频繁的动物被限制在狭小的笼子中，在明亮环境下饲养，可能导致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这些因素是否也导致了高血压呢？更极端的是，这些被用于实验的老鼠已经被发现对盐的反应异常敏感，与那些对某些物质高度敏感的人类具有相同特征。关于这种敏感性，让我简单解释一下。一般来说，摄取盐基本上不会影响血压升高，但有些人摄取盐后确实会出现血压升高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盐敏感性高血压。换句话说，确实有一部分人摄取盐会导致高血压。经过调查确认，现在日本约有10%到20%的人属于盐敏感性高的群体。对于这些人来说，摄入食盐会导致血压升高，因此他们确实需要限制盐的摄入，以维护健康。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话题，在这次的老鼠实验中，使用了对盐敏感性高的老鼠进行实验。这意味着这个实验并不是为了观察对正常老鼠的反应，而是为了证明食盐会导致高血压而进行的准备和实验。对于这个实验结果，许多医生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研究以推翻这个结果。其中比较著名的是1988年和1999年进行的国际盐研究。该研究在全球32个国家和52个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调查方法也随之改变。为了获取更准确的结果，他们开始询问饮食内容以测量盐的摄入量，并改为采集尿液来测量食盐摄入量。据报道，除了像巴布亚新几内亚等生活习惯极端不同的地方的数据外，食盐摄入量和高血压之间并没有关系。更进一步的报告还提出了令人惊讶的观点，认为血压与盐分摄入有关。随着盐分摄入量的增加，血压反而会下降，这与之前所认知的常识完全相反。结果出人意料。举例来说，中国天津的平均食盐摄入量为每天14克，而美国平均食盐摄入量为每天6克盐，而他们的血压比美国芝加哥更低。当然，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血压会有所变化，不能简单归因于盐的摄入量，但至少青森的数据作为检验运动的依据被推翻了。随后，类似可靠的论文陆续出现，包括国际盐研究在内。然而，所有这些研究似乎都被掩盖或忽视了。在日本，例如名古屋市立大学的青木教授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是基于1972年曼伊利博士进行的喂食盐会导致高血压的老鼠实验，将老鼠分为以患高血压和正常血压的4个组，前3组分别饲以低盐、普通盐和高盐饮食，期间观察了血压、体重增长和体液滞留等指标长达30周。如果高血压是原因的话，
低盐饮食的老鼠应该情况会好转，而高盐饮食的老鼠则会加重高血压。然而，实验结果显示，在最初饮用纯净水的3组老鼠中，无论是低盐饮食、普通盐饮食还是高盐饮食的老鼠，血压都没有变化。而与李博士进行的实验相当的10倍盐分饮食和1%盐水的另一组老鼠，血压最终上升并且死亡。这个结果显而易见，因为这些老鼠经历了长达40年的极端高盐饮食，并且无法通过稀释的纯水来中和影响。如果老鼠能够喝水中和这种影响，高血压就不会发生。这已经被喝了10倍盐量和纯水的老鼠组证明了。如果不能喝水，血液中的钠浓度就会异常升高，导致高钠血症和肾衰竭。舒教授解释说，老鼠死亡的根本原因不是高血压，而是本应进行的食盐排泄未能正常进行，导致体液平衡紊乱。此外，这个实验还揭示了以下2点：遗传性高血压的老鼠和食盐、主盐的摄取与血压没有关系的结果被提出。即使在高盐饮食的情况下，只要老鼠可以充分排出盐分并保持正常的盐水平衡，血压就不会上升。也就是说，这个实验证明了食盐并非直接导致血压升高的原因。许多人甚至连医生都不知道这个实验的存在，他们继续推荐传统的减盐治疗方法，而这些调查结果则被陆续掩盖起来。接下来第2章则介绍了食盐对身体的益处，表明盐分对身体有益。在第1章中，提到了对盐敏感性较高的人群可能通过减盐来获得健康效果，因此在一定情况下减盐仍然是有效的健康措施。然而，即使摄入大量的盐分，血压也不会上升。对减盐或利尿药也没有反应的人也是存在的，这些是肝脏功能所致，可以将多余的盐分排出体外。据说日本人整体的80%到90%符合这种情况。听到这样的说法，人们开始关心自己对盐分的敏感程度。遗憾的是，目前没有简便的方法可以检测自己对盐分的感受性，只能通过医疗机构进行检查，不够方便。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过去对盐分摄入的饮食指导存在的问题。过去的指导过于一边倒地推荐减盐，而没有考虑个体差异，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摄入适量的盐分对身体有很多好处，过度减盐实际上可能会损害许多人的健康。你是否知道味噌的盐分不会影响高血压的研究呢？迄今为止，味噌汤一直被认为是高血压的罪魁祸首。出现了减盐味噌的销售，或者因为担心高盐分而加了很多水变得味道淡的味噌汤，很多人都曾经喝过。然而，在2013年10月举行的日本高血压学会上，公布了一个有趣的研究结果：味噌中的盐分并不影响血压，相反，味噌汤甚至有望具有使血管年龄年轻化的效果。这也意味着，不仅味噌汤中的盐分可以接受，其他自然来源的盐分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可以尽情享用身体需要的美味食物，完全没有问题。还有一篇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论文非常引人注目。这篇论文是基于对约21万名年龄在25岁到75岁之间的健康成年人进行的美国国民营养调查数据的分析。这个实验旨在研究食盐摄入量与患病内容之间的关系。年轻女性进行了按照食盐摄入量从少到多分成4组的分析，并记录了她们患各种疾病的比率。结果显示，食盐摄入量与高血压之间完全没有关联，而且心肌梗塞等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在食盐摄入量最多的组别中最低。相反，食盐摄入量最少的组别反而具有最高的致亡率。相反，过度减盐可能会增加心肌梗塞等疾病导致早逝的风险。此外，《纽约时报》2013年5月14日发布的内容提到了对减盐的怀疑，曾有警告人们减盐以降低心脏病发作等风险的说法，但事实上，减盐对健康几乎没有实际益处。这一事实令人困惑。在美国畅销的报纸上公开这样的内容，与之前一味宣传减盐的态势相比，最近由格拉德尔博士领导的团队
重新审查了以往发表的研究论文，并调查了与最佳健康结果相关的食盐摄取量。结果显示，与最理想的健康结果相关联的食盐摄入量为每天6.7至12.6克，这个范围远高于美国官方推荐的每天5.8克的摄盐量。如果将这个数字应用到日本人身上考虑的话，可能会稍微增加，因为日本人从肉类中摄取的矿物质量较少。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强行限制食盐摄入量，而是可以按照身体需求自由摄取食盐。这与我们通常的饮食习惯几乎相同。也就是说，顺应身体需求来进食是最有助于长寿的。第3章讨论了应该摄取和不应该摄取的盐，以及对身体有益的盐的种类。虽然知道了哪种盐对身体有好处，但具体应该摄取哪种盐才好呢？如果要总结结论的话，值得摄取的盐是天然海盐，而不应该摄取的是精制盐。日本在1971年之前的市售盐都是按照传统方式制作的自然海盐，这意味着通过在海滩上晾晒海水或者建造盐田进行晾晒的方式，利用自然力量直接提取海水中的矿物质成分，制作出富含营养素的盐。从1971年到1972年期间，根据日本政府的政策，所有现有的制盐设施都被关闭，然后政府主导下，只允许专营公社进行盐的制作和销售。这个政策导致了传统制盐设施的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政府开始制作的精制盐。这种精制盐是从海水中提取纯度超过99%的氯化钠，与原本的海盐完全不同，更像是工业产品，与之前用作工业原料的化学品几乎一样。通过使用机器进行简单的大规模生产，这种方法不受天气影响，也减少了人工成本，可以在工厂中大量生产。然而，这种去除了大部分营养素的精制盐，在口感和营养角度上无法与传统海盐相比，品质差强人意。政府出于追求利润的目的，并未公开详细的质量信息，以牺牲国民的健康为代价。虽然表面上是为了降低成本，让国民可以更便宜地购买盐，并确保供应稳定，但实质上是以国民健康为代价。然而，在这背后，大量生产了对我们健康不安全的产品，并且这些费用都流向了政府。在这期间，各地区曾经辉煌的传统制盐方式几乎已经消失，许多种类的盐也随之消失。直到2002年，专卖制度才被解除，可以自由生产和销售盐，但是已经没有多少制盐者再次投入生产了。目前仍在采用传统制法，使用海水而不去除矿物质成分生产盐的地方已经寥寥无几，国家也无力回天。原本应该是经过人工精心制作的食品，如果只为了高效生产而在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必然会产生扭曲。现在市场上流通的精制盐与工业产品的味道非常相似，也被称为工业制品。近年来，突然出现了减盐的说法。之前国家通过盐的生产获取资金，为何突然转变呢？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高血压和心脏病等疾病不断增加，需要找一个替罪羊来解释。医生们很容易将注意力放在容易作为疾病原因的事物上。过去人们曾经认为，无论摄入多少盐都不会有问题，甚至减少摄入量也不会引起任何问题。盐业公司为了推销药物而助长了减盐运动，其他调味料制造商也积极支持减盐活动，以此来推广自己的产品。这样一来，盐渐渐成为现代人健康问题的罪魁祸首。因此，请尽量避免食用工业生产的精制盐。如果您目前在家中使用精制盐作为调味品，请立即停止使用。这种精制盐在干燥状态下，除了氯化钠外的其他成分含量被规定为低于1%以下。由于价格便宜且容易获得，目前超市中常见的食用盐，包括日本消费的大部分盐，都是精制盐。除非特别注意，原始的盐并非像精制盐那样仅由钠成分构成。自然海盐中含有其他矿物质，可以根据个人感觉来控制摄入量，避免过量摄取。
当身体需要盐分时，例如在疲劳或出汗时，自然海盐可以被身体美味地吸收。当盐分达到体内所需量时，会感觉到苦味，例如潮味和其他矿物质如镁的味道，从而停止摄取。然而，精制盐中并不含有这些可作为停止摄取的成分，因此即使摄入大量精制盐，也不会感觉到苦味等，导致无限制的食用。这就是为什么会导致过量摄取盐分，例如食用大量高盐零食的原因。即使没有意识到，也可能不知不觉地摄入比所需量的数倍盐分。此外，大量摄取只含钠的精制盐等会破坏体内矿物质平衡，导致肾脏难以排出钠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提到盐分摄取与高血压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但精制盐可能会增加血压的风险。只要体内的矿物质平衡良好，即使是精制盐也能够被有效地排出体外。对了，博士进行的实验使用了10只老鼠，它们所摄取的是精制盐。即使是对高血压易发的具有高反应性遗传性的老鼠，其中有6只没有因大量摄取盐分而患上高血压，而是成功排出体外。当然，相较于日常生活的其他开支，天然海盐可能看起来价格较高，但从每日的角度来看，这种差距微乎其微。考虑到未来的医疗费用和健康价值，选择天然盐是一个更加明智和长远的投资。希望您观看完这段视频后，能够选择购买天然海盐或岩盐。愿您能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明智的选择，从而享受更好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感谢您长时间的倾听。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